终于等到 Matthew Blasey 在 Chanel 的首秀，前段时间就跟大家说过，我们非常激动。真的等了10个月，终于等到。我们俩都非常喜欢这季秀，而且种草超级多单品。对，比如说像那个麂皮的大包，还有高跟鞋，我都超级喜欢。然后很多那种外套，我都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穿，还有那个衬衫也是。不过我们有看到这一季的评论还蛮两极化的，就是有蛮多人都觉得非常好看，非常时髦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感觉好像没有那么 Chanel 了。我自己的感受是，它其实还是结合了非常多 Chanel 品牌经典的元素，以及 Coco Chanel 本人的精神，直接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，也是跟大家探讨一下。那我们从这一次的主题开始说吧。这一次的主题，它跟 Coco Chanel 的对话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秀场，因为 Coco Chanel 他自己本人是很喜欢就是星空啊，然后宇宙。在 Chanel 高级书馆能看到一些星空的元素。对，所以这一次的秀场呢，在一个宇宙里面，就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梦幻感。对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宇宙也象征着就是像无限啊，然后还有未来这种感觉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呼应他对第一季的一个期望。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，我就很难想象身临其境有多震撼，但我觉得非常开心的点就是，光看到布景我都觉得已经有一种造梦的感觉。为什么说是跟 Coco Chanel 对话呢？其实大家从后面的 look 就可以看到，它结合了很多 Coco Chanel 个人的故事啊，以及 Coco Chanel 自己的穿着。那我们就先来看前两个 look。一出来之后，我们两个就非常的惊讶。我觉得是非常时髦的，但是也会觉得BV， 就是我能理解大家说这个的点，对，因为他在 BV 确实也做过类似的西服，而且因为感觉在 Chanel 真的很少看到这种 look。为什么他要做 crop 的西装配低腰裤这种搭配呢？它是从 Coco Chanel 和 Boy 的故事中提取的灵感，因为之前 Chanel 就会经常从他的此生挚爱 Boy 的衣橱中借衣服穿，然后当年呢大家也觉得他很时髦，他也是从男装中提取灵感来做 Chanel 的衣服。那今天 Matthew 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。其实这个衣服是 Matthew 他拿自己的衣服去改的，所以他用男装去改成女装，其实也是对 Chanel 的一个致敬。然后我有在网上看到很多 receipt， 这个外套的内部也是有一圈金属链条的，然后这个也是之前我分享过 Chanel 最经典的那个4个口袋的外套，它每一件下面都会做链条，是为了保证衣服的垂坠感。这个也是对 Chanel House Code 的一个呼应。袖子卷起来之后，还有一个很小的 Chanel logo。我觉得这些细节真的都很可爱。然后这两个 look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，就是虽然一开始看觉得好像没有那么Chanel，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从 styling 的角度啊，还是它整个衣服的廓形，我都觉得非常好看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一次的廓形大部分都变得比较大，比较松弛的感觉。我觉得就是对Chanel精神的一个现代的诠释。我觉得即使Chanel女士自己看到，她也是喜闻乐见。然后我全场最喜欢的 look 就是3套衬衫的 look， 是13、17和20。我当时看到它海报的时候，我看到衬衫里面那一圈链条，我就觉得很惊艳。像衬衫 look 也是 Coco Chanel 她自己的一个经典的 look， 就经常能看到她穿男士衬衫，然后配上西裤的那种搭配。我觉得在当年很先锋，但现在我衬衫也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非常实穿的一件单品。这个衬衫其实也蛮有意义的，因为这一次的衬衫是跟一个很有名的衬衫品牌叫 Charbet 合作。因为当年 Boy Capel 还有 Coco Chanel 他们都穿很多 Charbet 的衬衫。我觉得整个衬衫的廓形都做的很时髦、很松弛，就是很现代的这种 Chanel 女生的感觉。再加上它的搭配是配那种半裙、大裙摆的裙子，拖地的长裙，我觉得是把这种日常装和礼服的感觉结合得很好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很妙的是它的黑色拖地长裙前面不是短的嘛，它也是做的过膝盖的设计。这个其实也有在致敬之前Chanel做的那种女士半裙，因为Chanel比较不喜欢做出把膝盖露出来的设计，所以它大多都是过膝盖的设计。我觉得这个长度上的考量也是很妙的。这次的衬衫上面其实有很多细节，比如说像是很小的 Chanel 的刺绣标签，以及它的这个袖扣这边是用珍珠，其他都是有很多 Chanel 的元素，只是它用不同的方式去放在上面，不是说就是印一个大 logo。这次的衬衫有长版也有短版，然后 Look 20那个短版衬衫搭配的那个裙子，我觉得很惊艳。它就是一个大红色，然后有很多羽毛，因为羽毛也是Chanel一个很经典的元素。Matthew 他之前在 BB 的时候就有切割做成很细的流苏，然后我觉得他这一次在Chanel也有做类似这种效果，只是它是用羽毛。然后它的羽毛我觉得其实又有一点花朵的感觉，就是像一朵一朵花绽放在裙子上面。这个其实也是对山茶花的一种抽象表达吧，我觉得就不一定非得是Chanel只带上那种山茶花。其实像它这样子的演绎，我觉得也是蛮好，蛮有意思的，就蛮有创意的。Chanel 经典的粗花呢套装，它也演绎的非常好。而且我觉得在它出这季秀之前，我就在想说，想看它能把 Chanel 的tweed jacket 做成什么样子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拥有，那我就希望它能做得好看，然后我就可以去买。它会用很多不一样的材质，然后去做出很有创意、
想不到的那种细节。对，因为它其实做 tweed 外套，它不只用了 tweed 材质，用很多不同的材质去模拟 tweed 的视觉效果，比如说像串珠啊，或者是一些钉珠细节，或者是一些流苏，模拟出Chanel经典 tweed jacket 的感觉。它用 viscose 的面料，然后再加刺绣，就模拟出那种 tweed， 但是半透明那种状态。我觉得蛮酷的。那Chanel经典的夹克，它把它的廓形做出了不同的变形，比如说把它更放松，做出更 boxy 的感觉，或者是把它做成圆形的廓形，我都很喜欢。我觉得看起来很时髦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也是之前没有想过的样子，比如说那个圆形，我就之前就没有想过。确实。我觉得他把tweed外套放大，真的是给很多男生增加了可以穿上Chanel的机会。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件是 Look 26的那一件tweed外套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山茶花的细节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山茶花做的很漂亮。之前Chanel外套虽然也会有山茶花的细节，但是跟这个不太一样。对，它这一次的山茶花做的感觉特别细，很像从外套里面长出来，很好看，就很灵动，就还是很有 Matthew 本人的特点，但是又跟Chanel经典的元素进行了结合。我自己很喜欢的是 Look 55那一套，我都非常的喜欢，不管是包鞋配饰还是那个夹克本身，我都觉得超级好看，就是很想要拥有。它配的就是麂皮的那个大包，那个麂皮大包真的很好看。对，然后它高跟鞋上有做一个Chanel的书包扣的设计，我觉得那个鞋型非常的复古，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心动一双高跟鞋了。说回tweed外套 ，Look 7273用那种镂空的方式去做斜纹软呢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。然后这两套 Look 它搭配超级多项链。Coco Chanel 本人他也是很喜欢那种项链的叠戴啊，那种大的珍珠项链一大串挂在胸前，我觉得他也有是致敬到这一点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草什么 Chanel 新的tweed jacket？ 因为我自己是种草很多，比如说像几件白色圆形的呀，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分享的那一套紫色边的，然后还有金色的那一件。大家可以留言或弹幕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套。这种圆形的粗花呢外套配上半裙，但它半裙的设计我也是非常的喜欢，是比较偏低腰的设计，裙摆的地方它又做出了那种像是鱼尾，走起路来很轻盈，然后也是这季春夏系列整个给我的感觉。它的设计一直都有流动感，所以不管是在 BV 还是在Chanel，真的都可以看到非常多就是有流动感的设计。对。然后包括它有一件刺绣长裙，下摆也像 Tora 刚刚说，它走起路来那个流动感真的非常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Matthew 的一个特色吧。对，就是他的衣服动起来，就是视觉效果特别好。而且我觉得他这几套粗花呢搭配的比例，其实是有参考 Coco Chanel 当年穿搭的，这个也是很巧妙的呼应了这季秀的主题，就是跟 Coco Chanel 的对话。我觉得低腰的这个比例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像我自己其实有很多那种 drop waist 的衣服，我觉得这个廓形是非常轻松的，就是有一种Chanel当年想要的感觉，就是他说他想要女性可以更轻松、更时髦的日常穿着嘛。我觉得现在 Matthew 在Chanel 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这一次很多 look 都有内裤外套的细节，它这个其实也是在致敬Chanel，因为Chanel是第一个把 jersey 面料用在女装高级成衣上面的。因为之前 jersey 是用来做男士内衣，Chanel 觉得非常舒适，所以他就做了第一件 jersey 的女士套。但是秀场上也可以看到很多麦穗元素，比如说像 Look 4上面它有金线，然后去做出一个麦穗的刺绣。我觉得这也非常的 Matthew， 因为 Matthew 之前就有做过像穆拉诺玻璃的那种刺绣元素，很好的体现 Matthew 的设计手法，然后而且也是致敬 Chanel。麦穗也是 Chanel 品牌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嘛，之前就不管是在配饰设计上或者衣服上，其实都还蛮常见的。麦穗就是象征美好啊、圆满这样。幸运。对，所以就是 Chanel 一直把它当成幸运符。在他住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很多麦穗的元素。Look 22它是一件黑色长裙，上面有一些金属的麦穗的吊饰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当时他在 BV 做的火柴。对，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达利送给 Chanel 的一幅画，然后他那幅画就是一根麦穗，我觉得他那个麦穗的造型就跟那幅画上的麦穗一模一样。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以那个为灵感啊，但我觉得很像。然后还有一套 Look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Look 42，它是一个像是装麦穗的那种麻布做成了一个外套，上面有长出很多麦穗，我觉得蛮可爱，就是不是很精致的面料，但是又做出很多很精致的细节，就是那种冲突感蛮有意思的。就不知道 VIP 会不会买。他用麦穗做成那种金属项链，我觉得造型感也拉满。这一季的饰品有很多 Art Deco 元素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。Art Deco 就是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是我在珠宝里面很喜欢的一种风格。Matthew 之前在 BV 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们做的配饰很好看，然后这次到 Chanel 一样做的非常好，它的每一个饰品都是很有分量感，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很好的驾驭。还有这季秀大量使用的元素就是羽毛，它做那种量感很大的大羽毛裙。我们之前有讲过 Chanel 它的羽毛工坊是蛮有名的，
的，所以我觉得 Matthew 应该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材质啊，跟工坊对接。所以这次真的做出了好几件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羽毛单品，包括碧秀的 look 也是那个羽毛的大裙摆，然后我觉得碧秀那个模特的 energy 非常好，就是很开心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她走的超级好，就是她每一步都跟节奏，然后那颜色就是这样晃的，非常漂亮。Look 56上半身是丝质，然后下半身是黑白，然后配那个大羽毛，我觉得那一件很优雅，它羽毛细节我也是很喜欢。对，非常好看，我觉得已经能想到就是有明星会穿它去走红毯，它把那种隆重和日常的感觉每一套都平衡的很好。比如这个上身好像是一件 T 恤，但它是这种真丝材质的嘛，然后下面又是这种大裙摆羽毛半裙。还有 Look 23，它有用羽毛做出一个帽子，其实让我想到他之前用皮革做的那个帽子的帽型，但我觉得他用不一样的材质去做出来的感觉，其实也差蛮多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把自己的风格很好的带进了 Chanel， 同时他也致敬了 Chanel 非常多经典的 house code。我觉得他算是平衡的很好了。然后看到他在 BOF 的采访也有说过，就是他如果要做出大家想要的预设的 Chanel， 其实很简单。我也觉得以他的实力，就比如说做50套不一样的粗花呢套装也是很容易的嘛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决定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带 Chanel 走进一个新的篇章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非常乐意看到。我觉得不管是老佛爷还是Coco Chanel 女士，她们应该也都是想要看到，因为 Chanel 它在历史上就做出了非常多第一个嘛，小黑裙啊，第一个女士手拿包呀，女士的西服套装啊，各种。如果大家好奇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时尚史的那一集。反正就是 Chanel 女士她自己是非常有这种叛逆精神、反叛精神。Mathieu 现在做的事情对 Chanel 这个品牌来讲一定是好的，他是很有创新改革精神的人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一季的秀少了很多 Chanel 的元素，而是他把它藏在细节里，需要一些你用心去看，或者需要一些理解的门槛，知道你背后的故事，然后才会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。所以其实是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很用心在做这一季秀。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套 look， 然后最种草哪几个单品呢？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跟弹幕告诉我们。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讨论，觉得这一季的秀怎么样？因为昨天还有朋友就看到我发 story 发 Chanel look， 然后还问我说你喜欢吗？我说我喜欢呀，然后他说他还好，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看法真的挺不一样的，而且这反正也只是第一季秀嘛，非常期待他接下来的 collection。对，我觉得其实以第一季来说，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圆满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也很惊艳，就是他跨出了一大步的那种感觉。我看完觉得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勇气可嘉的，就是他没有循规蹈矩的在做 Chanel。好，那这一集就是我们对 Mathieu 第一季 Chanel 的一些看法。如果大家对 Mathieu 的设计或他的个人经历有兴趣的话，也非常欢迎去看我们之前的这2集影片，我们都有很详细的介绍。对，就可能对理解今天他做的衣服也是有一些帮助的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我们终于等到的 Chanel 首秀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发现我们一直读错，这是北外法语系哦。这不是法国人。